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吉普森一家》第28季第19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何老板们就会有一次联谊，这次是2场的员工打棒球比赛，所谓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他们打球也就讲求一个重在参与，比起打赢比赛，打服啤酒才是真爱。观众也只有寥寥几个，要么就是员工家属，要么就是闲得慌。这也难怪，谁想看一堆肥肉打球啊？就像辛巴5分钟前就打出全垒打了，结果现在还在跑第2垒，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他是真的尽力了。就这么一场比赛，2位老板倒是乐在其中。闲谈之间，那位蓝老板突然问秃头有没有想过这会是最后一代核电厂工人。一听这话，秃头立刻出言反驳，说核能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，他所看的那些杂志都是这样说的。即便如此，蓝老板还是很不看好，因为他自己都不会用核能，那都是卖给穷人和搞音乐的。秃头可不这么想，他发誓要让核能在他死后依然能长期存在，不然他怎么把脑子放进会走的鲨鱼里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决定去培养新一代核电工人。这些人从何而来？那当然是他的母校耶鲁。耶鲁校长见秃头来了，那是笑得喜逐颜开，毕竟像秃头这种成功的商人，那就是学校的摇钱树啊。秃头自然知道他们热心的原因，不过无妨，他本来就是过来送钱的，他想资助他们创立核电站管理学院。校长求之不得，不过不能设立核能学科，因为学校的学生都是很惜命的。核电学院一听就与暴力事件挂钩，校长建议赞助一部自认泛性恋的电影，这完全就跟核电8竿子打不着。秃头都震惊了，这还是一群资本主义者将罪恶的金钱洗白的地方吗？是的，这个在我们的章程中。话虽如此，但核能实在太有争议了，而且学校还有坚定反对核能研究的学生，他们是学校的壁球队。要知道，所有的决定都得经过他们的同意。没想到曾经的母校已经变了模样，再也不是当初他成长的温床。秃头气坏了，决定再不会捐赠哪怕1分钱。失望之余，秃头找到了骷髅会，好在这里的一切还是没变，还用的是总统的头盖骨装酒。得知秃头白天的遭遇后，现任会长安慰他，耶鲁也在找自己的出路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创立了自己的大学产品。他还雇了被常青藤大学开除的老师，这倒提醒了秃头，他或许也可以建一所自己的大学。回到核电厂后，秃头烧毁了与耶鲁有关的一切，并告诉辛巴他们，他准备创办一所大学。得知大学还有盈利性质的，秃头马上想到那些毕业生一箩筐一箩筐送钞票珠宝的样子了。既然有利可图，那还不赶紧支棱起来。秃头大学的招生广告很快就制作完成了。你还在为没考上大学而发愁吗？你还在为工作对文凭的要求而焦虑吗？那就来伯恩斯创办的燃烧大学吧。在这里，你将摆脱上述的困境，学习到真正能帮你找工作的技能。无论是想当老年护工助理，还是夜班博物馆经理，只要你想就能做到。因为燃烧大学会授予所有学生在电脑上打印出来的学位证书，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的未来吧。因为在燃烧大学，你将拥有可能的一切。广告确实写得很不错，但秘书担心顾不到教员，这就不用担心了。核电厂员工就是天生的教员，从核电厂员工荣升大学教员。辛妈还给丈夫整了个大蛋糕，小新很好奇爸爸会给学生教些什么。辛爸就说给他们讲自己的工作，他准备先从原子的生命循环讲起。小原子叫做中子，当他们工作了就变成了质子，如果他们能胜任就是电子。辛小妹听到爸爸的话，海心头都耷拉了下来，一仰脖干了整杯的红酒。她满脸悲戚地对辛爸说，我对高等教育信任有加，而你是个老师，如果你把这一切当作玩笑，那我唯一的希望也要破灭了。见女儿伤心，辛爸忙说所有工资都会放到他的大学基金里，这倒是不错。现在有多少钱啦？这取决于你爷爷死后怎么处置，把我烧了就行。这是最贵的选项。不管怎么说，燃烧大学还是开张了。虽说这不过是随便找了栋大楼，不过前来求学的人还挺多的。尽管第一天就有人发现这学校不过是个给富人捞钱的地方。第一次当教授，兰尼兴致很高，还专门定制了学士帽，打算到时候把它扔向空中。可教授根本就不扔学士帽啊，事实上你都不用带着它。辛巴则是戴上了眼镜，对着书装模作样写了个公式。若不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大家还会觉得他真有些本事。警长带着阿卢也过来上课，看他这身打扮确实挺像个大学生。他来这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毒品，要不是他职业病犯了，自己暴露身份，估计还真能钓到1-2个。尽管来听课的学生目的不一，但还是有正儿八经来学习的。一位女士就要求辛巴给他们讲讲雷的半衰期，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辛巴问住了。他仿佛又看到了辛小妹，他说你毁了我的梦想。可即便是有女儿的刺激，他也无法去讲完全不了解的事，只得转移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，所以把室内教学改为户外，才算
算勉强应付完了一节课。莱尼和卡尔挺能理解辛巴的感受的，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去教大学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晚上，辛巴躺在床上满脸惆怅，这大概就是失败的感觉吧。这时，辛小妹说她可以帮助他，她知道辛巴没有时间去学知识，但可以学着如何做个好老师。辛小妹为辛巴准备了很多部以教师为主人公的电影，以培养他的使命感。辛巴学得很专注，也很用心，尽管他记的笔记多与教师无关，但他还是觉得备受激励。在去上课的时候，辛巴已经比之前自信多了，他完全掌握了成为一名伟大教师的秘诀，那就是给予学生足够的关心。他先在老吉尔那展示了一下，果然把这家伙糊弄得一愣一愣的。首先，辛巴播放了一段视频，他借此告诉同学们要时刻当心燃烧棒。其次，要记住椅子上有3个手杆，它们分别是控制向下、向后、锁定。辛巴一边说着，一边拍起手来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同学们纷纷动了起来。那骷髅会的会长看到这热闹的课堂，当即对辛巴赞许的点了点头。课后，有位同学想从班里退学，得知他想回到原本的工作，辛巴马上劝他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。没想到老师如此在意自己，他立刻保证自己每堂课都会去上。两人的谈话被秃头看到了，正和秘书讨论拥抱的价格。突然会长来到了这里，说想买下这整座学校，前提是辛巴必须包括在内。辛巴现在在学生之间很有威望，还有位女学生专门过来感谢他，说终于明白伽马射线是怎么把布鲁斯班纳变成绿巨人的了。辛巴正享受着当老师的成就感，不想秃头过来说已经把他给卖了，教师事业才刚有起色，辛巴自然不愿意。没想到的是要让他去豪宅上班，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启程吧。辛巴走的那天，学生们还为他送了行，尽管他也没教什么东西，但这师生情谊倒是挺深厚的。直升机降落在了丛林间，顺着小路一直走，辛巴发现了那栋豪宅。走进房间，会长正在整理盘子。享受了低温洞之后，会长带辛巴认识了其他人，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，比如尼尔，天体物理学家，肯杰林斯，最强大脑总冠军，以及罗伯特麦基，编剧专家等等。会长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为了一项特别的任务，他创造了很多名为萨利的女机器人，当然还有名为萨里斯的男机器人。他希望他们能教会这些机器人，教机器人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他们马上就答应了。然而看过他们写的内容才发现，这些机器人在申请助学贷款，这就是会长的计划。他会让机器人们去上他买的大学，然后让国家给他们审批助学贷款，这样的话纳税人的钱就能流进他的口袋了。辛巴听说这话，马上决定阻止他的邪恶计划。机器人上飞机的那天，辛巴也混入其中，准备去耶鲁。临行前，罗伯特给予了他安慰与鼓励。6周后，萨利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学校，辛巴也发现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学生。如此一来，那就只有用那个办法了。辛巴走进了无性别厕所，把身上的女装换成了头套、纸箱，并装作机器人混进了人群中。我也是机器人，我爹是个烤面包机。萨利们见这人有个机器脑袋，当场大脑就宕机了。没想到这样的人居然也和自己一样，他们就觉得机器人的身份都被侮辱了，心态崩了之后，身体也跟着崩了。眼见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，会长十分难过，不过转而又安慰自己，他至少还有个健康的身体。然后他就被萨利的头给砸晕了。尼尔带辛小妹观看了卫星的光环，其他教育家也给家里其他人做了知识普及。看来教育还是得回归以人为本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